被选中的人从来不是安全的人。被选中意味着有人需要你，有人需要你，意味着你在别人的棋盘上占了一个格子。棋子的命运不由棋子决定，除非他走进棋盘的那一刻就已经准备好掀桌。公元前180年秋，一封信送进了代国，内容不复杂：诸吕已灭，少帝非刘氏血脉，当废。代王刘恒，高祖之子，仁孝宽厚，一骑大统。落款密密麻麻，周勃、陈平、刘璋、灌婴。功臣联名像一份请柬，也像一纸判决。刘恒看完信没有说话，他在代国当了17年王，早就学会了一件事，想清楚之前脸上什么都不要有。长安刚刚发生的事他不可能完全不知道，吕禄的旗帜被扯下来，吕产的血溅在未央宫廊柱上，吕氏满门不论男女老幼一个不留。消息一条条传到代国的时候，他心里一定在数一件事：高祖的儿子还活着几个？答案是2个，他和淮南王刘长。刘长比他小，性情却比他烈得多，行事张扬，好恶不藏，从少年起就不是一个让人省心的人。功臣要的不是一个有脾气的皇帝，是一个好说话的皇帝。刘长不合适，刘恒就成了唯一的选项，而唯一的选项往往也是最危险的位置，因为你没有拒绝的资格。所以这封信到的时候他不意外，意外的人活不到接信这一步。要理解刘恒接下来的每一个判断，必须先理解代国17年给了他什么。代国不是好封地，高祖8年，刘恒8岁被封代王，母亲薄姬不得宠，没有外戚撑腰，儿子自然分不到好地方。代国在太行山以北，北面直对匈奴，土薄风硬，冬天冻死人。这不是历练，是发配。一个不被需要的妃子生下的不被重视的儿子，被送到帝国最北的边角上，安静待着，不要碍事。但刘恒没把代国过成流放地，代国贫瘠，他轻徭薄赋，不折腾。匈奴年年南下，他不能打，兵力不够就守，在哪里设防，什么时候硬顶，什么时候退让，送点东西换一段安静，这些判断他做了17年，年年在有限的粮食和有限的兵力之间打算盘，年年和一个比自己强得多的对手保持不被吞掉的平衡。这不是治国，是生存。生存教会的东西比治国多，在信息不完整的时候做决定，在力量不对等的时候找缝隙。长安的事他也没闭眼，吕后称制，杀刘氏诸王，封吕氏为王，他全看在眼里。赵王刘友被招进长安，幽禁饿死；梁王刘辉被逼自杀；燕王刘建死后嫡子被杀。每一个诸侯王的下场都是一堂课，太强的让吕后忌惮，太弱的被随手撵掉。表态太早，站队太明的死得最快。刘恒从这些死亡里提取出一条活路，不强不弱，不远不近，不让任何人觉得你是威胁，也不让任何人觉得你是废弃。吕后杀遍刘氏宗亲，没有动他，不是忘了，是判断他不值得动。母族博士没有势力，本人没有表现野心，代国那个穷地方翻不出浪，留着他反而可以证明吕后并非针对刘氏，不值得杀是他活到今天的全部原因。现在这个理由被翻了过来，功臣挑他，也正是因为同一条，母族没势力，17年没结党，手上没有和功臣抗衡的资源，他们需要一面刘姓旗帜证明诸吕氏安刘而非谋反，这面旗帜最好轻一点，好插也好拔。他们看到的是17年的沉默，他们没看到的是17年的沉默里装了什么。代国炸了锅，郎中令张武第一个反对。汉大臣接顾高帝时，大将习兵多谋诈，今以诸吕兴喋血京师，此以迎大王为名，实不可信，愿大王称疾勿往，以观其变。他的话很硬，功臣刚杀了一整个吕家，手上的血还没干，转头递来请帖，这不是请代王坐龙椅，是请他填坑。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废掉一个天子，自然也有能力再废下一个。而且功臣内部不是铁板一块，周勃和陈平有裂痕，灌婴另有盘算。刘璋觉得皇位该落到齐王一系，代王走进去，走进的是各方还没分完赃的乱局。张武的建议称病不去。代国虽小，兵是自己的兵，长安那把椅子坐上去的人未必看得到第2天的日出。在场大部分人沉默，沉默的意思是同意。然后宋昌站了起来，代国中尉，掌一国军事，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，然足见天子之位者，刘氏也。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，大王勿疑也。他没有否认那些危险，但指出张武遗漏了一个东西。大事，天下已经认定这个天下姓刘，功臣改不了，也不敢改。刘氏诸侯遍布天下，功臣控制了长安，也控制不了帝国。最后他落到关键一句，功臣不是在施恩，是在自救。诛灭外戚和功臣篡权之间只隔一层纸，
这层纸叫正统。他们急需一个刘家人坐上去，把功臣作乱变成功臣安刘。他们需要刘恒，比刘恒需要他们更急。张武算的是风险，宋昌算的是结构。张武看到的是刀，宋昌看到的是刀，为什么不会落下来？刘恒听完依然没有表态，他让舅舅伯昭先去长安面见周勃，当面谈，没说去也没说不去，但派了人，方向已定。他还站了一步。古人说大横庚庚，余为天王，下其一光，灵不灵不重要，恐惧不接受逻辑，但接受天命。占卜给了群臣一个服从的理由，也给了他自己一个出发的意识。伯昭回来了，周勃确有诚意，功臣意见同意。刘恒出发，只带6个人，宋昌、张武加4名进士，数百里路，没有军队，没有辎重，他甚至没有带母亲薄太后同行。如果长安是陷阱，母亲留在代国反而安全；如果长安是机会，等他站稳了再接不迟。一次出行不压全部筹码，这是代国17年养出来的本能。诸侯王正常出行，少则数百随从，带6个人上路，约等于裸奔。但刘恒不是不怕死，他是在用这6个人说一句话，说给长安听。带1000人进长安，功臣理解为带兵来了，不信任我们。6个人传达的信号完全不同。我来了，我没有武力，我靠的是血统，是你们需要我这个事实。1000人传达实力，6个人传达信心。信心比实力更让对手不安。敢用6个人走进刀局的人，要么是傻子，要么已经算清楚了你不敢动他。车到高陵，距长安不到100里，刘恒停了，让宋昌先一步进城，不是校准方向，方向早定了，是校准到达之后每一步怎么落脚。宋昌带回来的不只是安全的判断，是一整张长安的力量地图。车队重新启动，没有再停。群臣全部在场，周勃、陈平，所有参与诸吕的功臣黑压压跪了一片，场面极大，礼仪极重。但跪在地上的这些人，每一个手里的实权都比他大。他们有兵有功，有灭吕氏的赫赫战绩。他们此刻跪着，是因为选择跪着。选择跪下的人，随时可以选择站起来。周勃上前一步，臣愿请监言，我想跟您单独说几句。表面是礼数，内核是定位。在所有人面前建立一个事实，我和新皇帝之间有别人没有的默契。如果刘恒答应，在场所有人都会看到，这个皇帝是周勃请来的，不是天命降下来的。魏桥上的第一道考题答错，后面全输。宋昌挡了上去，所言公，公言之；所言私，王者不受私。公是当面说，私是天子不接。这不是拒绝周勃这个人，是拒绝一种可能性。皇帝与功臣之间存在私下交易，不是我不信你，是我不欠任何人。让宋昌说，而不是自己开口，信号一样到位，但余地还在。周勃愣住了，他大概没想到这个被精心挑选的老实人第一面就划了一条线，不是切断关系，是界定关系。今天起，我和你之间只有一种关系，君臣，不是恩主与受益者。周勃退后一步，改行陈礼，双手捧上天子喜服。刘恒没有接，他说了一句回代底在意。喜服是天子的信物，接过来就是即位，在魏桥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接，就是在功臣搭好的台上按功臣写好的本子演。他不接，这场戏就没有落幕。而一场没有落幕的戏，导演说了不算，主角说了才算。什么时候接，在哪里接，以什么姿态接，节奏回到了他手里。这一退，推出了一整个时代的距离。魏桥上跪着的人从拥立者变成了臣，不是他们自己变的，是刘恒用6个人和一句话逼他们变的。天色将暮，刘恒入长安，他没有直接去未央宫暂住代地，群臣请他即刻入宫即位，他没有动。从代国到魏桥不到1个月，从一个被人挑中的棋子到一个让执棋者退后一步的人，不到1盏茶。但这盏茶的功夫是用17年的沉默泡出来的。功臣们觉得自己选了一面旗帜，旗帜应该轻一点，好插也好拔。他们还没意识到这面旗帜有自己的骨架。今夜代底的门后面将要发生的事，会在天亮之前让他们全部明白过来。